这个女孩在盲人面前真不害臊，直接扯掉上衣，又脱掉裙子，随着盲人的弹奏跳起舞来。可她并不知道，盲人调音师浑浊的眼珠早已死死盯住自己曼妙的身材，明目张胆地看着。原来调音师是在装瞎，眼上是一副特制美瞳。自从有了这个道具，占了不少大便宜。比如租政府特供的一居室，1个月只要500块，博取客户的同情，业绩比以前翻2倍。就连兼职弹钢琴，观众给的小费都多了。可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这天，一个富豪慕名而来，要他明天去家里演奏，光定金就给了5000，事后演出费2万整，这可是个大生意。第二天，调音师准时赶到，可开门的是富豪老婆，非说没这回事，一个劲儿让他走。为了拿到演出费，调音师在门口磨。这时，邻居老太太探出了头，富豪老婆有所顾忌，把他迎进了门。调音师摸摸嗖嗖坐到了钢琴前，刚弹起一段，一抬头倒吸一口凉气，地上躺了个人。慌乱之下，琴声戛然而止。富豪老婆却没发现异常，还夸了句好听。调音师直冒冷汗，却强装平静说：“我想上个厕所。”富豪老婆不怕一个瞎子能发现什么，满口答应了。不过到底怕出意外，搀扶着调音师走，不动声色绕过尸体。调音师跟着走，看上去目视前方，可墨镜下的眼珠偷偷向下瞟。一具尸体只能看见一双腿脚，旁边是摔碎的红酒和鲜花，这怕不是个凶案现场。终于进了卫生间，富豪老婆关门退出，调音师表面继续装瞎动作，可实际早已汗毛倒立，因为就在半米之内，一个强壮的男人正举枪死死盯着他，似乎随时扣动扳机。调音师继续摸索前行，迷惑眼前人，终于男人确信他没危险，松懈下来，过关了。调音师顺利出门，被门口的妻子搀着继续往回走，可迎面又是个大刺激，尸体全貌赫然显现，那正是富豪，胸口中弹，早已咽气。原来今天本是富豪夫妻的结婚纪念日，富豪假装出差出门，却又带着红酒和鲜花杀了一个回马枪，本想给妻子一个惊喜，谁知居然撞破妻子和野男人做头发，这才被灭口。而就在此时，富豪约的调音师好巧不巧赶到，这才有了眼前的一幕。终于，调音师坐回钢琴旁，重新弹起琴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而带枪男人也走了出来，伴随着悠扬的琴声，和富豪老婆一起蹑手蹑脚清理凶杀现场。这对狗男女好嚣张，杀人之后当着瞎子的面打扫现场，瞎子在一旁弹琴，他们在擦血迹、扔物证、拖尸体，而且装着尸体的行李箱又被拖出来。调音师一无所觉，两凶手胆儿更肥了，直接让行李箱停在他面前，拉开了拉链，先掏出死人手，扒下一只名表，又嘎巴一声掰断手指头，撸下金戒指。更绝的是，两凶手找了段死者的录音放给调音师听，录音一问，调音师一答，就像在聊天。最终一声关门声响起，男凶手拉着行李箱离开，给调音师营造出死者出门的假象。凶手自以为完美无缺，殊不知调音师一离开，立刻去警局报案。原来他一直是在装瞎。可当警员把警长请出来，调音师一下闭了嘴，脑门直冒冷汗，因为警长正是刚才的男凶手。他阴恻恻问调音师，调音师连忙改口，警长起了疑心，借口找猫进了调音师家，细细打量。突然他指着一沓报纸质问，瞎子也能看报吗？眼见要露馅，调音师连忙胡掰，放猫屎的。警长疑心更重，依旧在屋里查看，甚至拿起一把刀比划往调音师身上扔。终于砰的一声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是猫。生死之间，调音师面不改色，警长终于相信他真瞎，危机解除。几天后，富豪死亡的消息爆出，根据富豪老婆的证词，警察认为当天富豪和调音师聊完天，出门谈生意，结果死在车里，同时丢了1000万现金，案件定调为劫财杀人。警方传唤调音师签确认书，调音师明知有假，却不敢不签，毕竟真正的凶手警长和富豪老婆正在他身旁盯着。不过在富豪的追悼会上，富豪邻居向警员透露了重要线索，案发当天他亲眼看见，先是一个壮男人进门，后是富豪进门，最后才是调音师进门。所以富豪老婆做了假口供，他和壮男人都有嫌疑。警员立刻把疑点汇报给警长，可警长就是壮男人呀，他转头就把消息透露给富豪老婆。于是这天，富豪老婆敲开了邻居的门。另一边，调音师硬着头皮又来到富豪家，刚上楼，电梯门一开，又被吓傻了。他连忙低头闪躲，然后再起身，可富豪老婆听见声音也转过头，四目相对。调音师继续装瞎，摸摸索索往外走，富豪老婆死死盯着他，心里有了计较。这个装瞎的调音师也太难了吧。
面对凶手毁尸灭迹，得继续稳定弹琴。被笔画扔了飞刀，一点不能躲。一回头看见怪面具，要忍住尖叫。就连咖啡被当面下毒，也得端起来喝，因为一旦被识破装瞎，就要被灭口。可喝了毒咖啡也是死。调音师起身故意摔了杯子，女杀人犯立刻举枪让调音师摘墨镜。果然，调音师眼前一片清明，女犯人大叫着扣动扳机：“你果然是装的！”调音师绝望的捂头，可枪并没有响。原来女犯人只是吓人。调音师立刻保证自己绝对会保密。随后两人坐下，似乎相谈甚欢。可兴头上的调音师一起身，居然头晕目眩。原来他还是中招了。女人一进门给的寺庙贡品有毒。这下调音师真被毒瞎了，在女人的威胁下也不敢报案，可厄运并未停止。第二天，女人同伙又找上门，他嫌女人下手轻，还是想要灭口。调音师看不见，凭借记忆跳窗逃走，却撞上路旁的电线杆，不省人事。等调音师醒来，以为被好心人送到了诊所，可直到被骗进手术室才发现是人贩子联合黑诊所要割了他的肾脉钱。眼看挣脱不了，调音师大喊：“卖多少钱？我给1000万，以你手腕上神像的名义。”几人并不信他有钱。很快麻醉打下，医生就要落刀。女人贩子突然发声：“他不是瞎子吗？怎么知道我手腕纹着神像？”手术暂停，苏醒的调音师道出真相：他以前是装瞎，见过女人贩子的手腕，可后来撞见杀人，这才被真的毒瞎。他还撺掇几人联手向杀人犯们索要1000万。几人都动心了，一番谋划后，行动正式开始。首先，调音师把女杀人犯约出，在路上，人贩子用车挡道，先把女人给绑了，然后再给他的男同伙打电话，威胁交钱赎人，约见在废弃大楼。一切很顺利。可正当调音师跟着去收钱，却被人贩子绑了，他又被黑了。正当调音师各种挣扎，和他关在一起的女杀人犯突然开口邀请合作：“我给你解开绳子，你给我解下眼罩。”调音师觉得反正女人被绑着没威胁，就同意了。果真在女人的指挥下，顺利砸了窗户玻璃。可就在此时，女人暴起偷袭，一阵暴打。原来刚刚女人偷偷拿到剪刀给自己松绑了。女人刚逃出门，迎面遇到医生，她武力值惊人，几下就要干掉医生。幸好调音师也摸了出来，背后偷袭，死死勒住女人，这才将她制服。作为报答，医生告诉调音师，女人是珍贵的熊猫血，他已经联系卖家卖女人的肝脏，能赚1000万，可以分给调音师一点，而且女人的眼角膜也给他。调音师还在犹豫，女人已经被关进车后备箱。这时，医生收到人贩子的消息，女人同伙带来的赎金都是假币，而且一个人贩子还被杀了。这下要想赚钱，只能卖了女人了。医生和调音师驱车踏上了公路。2年以后，欧洲街头，盲人调音师偶遇前女友，讲述了后续的故事。路上，后备箱的女人苏醒了，医生下车打麻药，调音师毕竟看不见，只能听见一阵声响。没多久，又传来上车关门的声音。车继续前行，调音师开口劝说，贩卖器官太残忍，不如让女人接受法律制裁。没想到身侧居然传来女人的声音。调音师来不及思考就被赶下车。原来刚刚医生被偷袭，上车的是女人，他一时心软放了调音师。可惜女人随即后悔，调转车头朝调音师冲去。幸好一只兔子受惊吓飞来，慌乱之下，女人开车冲出马路，汽车当场爆炸。幸免的调音师则远赴欧洲。听完故事，前女友可惜地说：“你应该取了女人的眼角膜。”调音师沉默不语，而接下来的一幕却很有意思。调音师用盲人杖探路，一点点前行，突然精准击飞路面的垃圾，显然他看得见，而这似乎暗示着讲给前女友的故事是假的，而真相到底有多残忍呢？